两边都已经非常了解了，包括两边的教练对于对面的选手也都是非常了解的。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，来到了双方 BO7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。第一小局，蓝色方是苏州快手，红色方是重庆狼队。究竟今天是苏州快手打破自己 BO7从未战胜过狼队的魔咒，还是狼队再次战胜苏州快手，向前挺进一步？第一小局，快手先搬了一手大司命。这个就是完全是纯针对小庞个人的英雄池了。对，因为小庞的大司命基本选出来就是1分，因为他玩大司命的时候，他的刷技能力太夸张了。对。然后狼队这边的话，就是红色方的一个常规班位，把鲁班大师给送上班位。哇，快手蓝色方后面第2个又继续搬掉杨戬，搬杨戬。对，这是狼队玩的比较多的体系嘛，躲掉杨戬，给他拆掉了。这和快手之前 BO5打到狼队是一样的，把杨戬搬了，但是狼队这次是没有搬海月的，他搬的是老虎。看第一手选择，第一手选择的话，公孙离、少苏元、空空儿，往往这几个英雄，或者是快手直接在1楼选一手凯。越是恐惧，越要战胜它。选了一个中间点，就是万金油荒铁。对，而且也是萝卜这个赛季自己玩的最多的英雄了，13次有77%的胜率。黄铁这个英雄选出来之后，他后面搭配阵容会比较好配一点。他既可以去配一个寒野去打前期的进攻，也可以去配个野河来打一个多核心的阵容。鬼手献花，现世空空儿惊奇。红月最多情，一舞寄相思。空空儿加公孙离，如果是这个组合的话，那快手这边他可以来一手苏烈加戈亚或者苏烈加苍。这样比较好开，同时对线的强度也有。对。直接去追上一手对线。如果说发育路的优先级放在这里的话，那他就直接出海。是的，两边还是秉持自己的风格，就是在第一局都拿那种高强度的对抗型的阵容。是这边快手的话，选到苏烈加狼狗，就是给狼狗撑一个后期，撑一个前期了。对，对，狂铁苏烈撑个前期，然后狼狗后期发起来接管比赛。那就看一下狼队的3楼，看他们3楼这第1轮的 counter 位给谁？哦，又是一个战力啊！V7这个赛季的夏洛特10战9胜啊，胜率相当可观。对。然后夏洛特这把拿出来的话，就是前期抗压，但是在中后期的带线层面上来讲的话，这把狼队的带线是很强的。对，而且他在上一场其实打 AG 的那场夏洛特是非常非常亮眼的。是的。这把的话，团战后面也是用夏洛特专门去盯仓，然后跟空儿打配合，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仓给切了。因为快手选了前排的辅助，加上一个半坦的边路，所以说狼队会去搬野河，搬掉了纳克鲁鲁，是比较好打前排的一个野河。又搬了一手小乔，因为之前2次交手，狼队都是第一局选择公孙离的体系，然后第2次交手的时候，当时快手拿的就是小乔这个英雄去破掉了他们的公孙离体系。是，而且小乔就是确实是打公孙离比较好打嘛，加上流浪这个英雄很适合他，是一个核。对，是个核心。对。快手3班的都是一些节奏点，甄姬女娲和火舞，然后狼队最后是搬了一手海月，那他这把有可能会出一个凯，他可能出个凯去顶一下。确实感觉快手目前按仓的一个单体输出来说，有点处理不了凯了这种。没人能在喵的先拿沈风息哦，如果是先拿沈风息，那说明把打野刘康的位的话，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选择。可能会选镜，我感觉。对，有这种可能性，在第1把直接把镜给掏了，因为他毕竟搬海月了。是，而且对，是把海月搬掉的。但是其实快手这把镜是选不了的，因为打空空儿加公孙离其实很难操作。是的，太灵活了。是。就是要看快手后2手如何应对。快手现在应该是心里面也清楚，狼队这最后1手可能是个镜。看到炸弹猫的话，应该就是嫦娥或者玉环这种有回复的，或者说就是纯抗的猫的这种英雄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杨玉环，春风拂槛。杨玉环在流浪手里这个赛季4战4胜，全赢了。是。然后是梦琪，快手这一把的话，他这个阵容这种梦琪有可能是要做输出装的，不然的话，整个坦度虽然很高，但感觉你真正团战拼起来伤害点不太多。那狼队最后一手打野，为止歌之道，原坦。原坦拿出来的话，同样也是顶做一个前排点。
加上空空儿比较好给一个先手的控制，然后沈梦溪的话去铺一个战场的伤害。对，这把狼队的话，前中期的进攻压力还是比较大的。我感觉到后期的话，快手双前排的话有点厉害。而且感觉拖到后期的话，仓这个点有对经济了、有装备了以后，核心也会起来。包括玉环，其实大后期也是大于猫的。很强。对，拉扯和续航能力会比狼队这套阵容更强一些。所以狼队的话，首先第一局他们依旧强调对抗，而且这5个英雄啊，每个拉出来都是选手这个赛季的高胜率英雄啊。是的，是因为 SK 的话，其实就是在 BO7 的时候，他会非常看重第一把的胜利，哦，他会去刻意的去选择一些主动的这种去想去拿下第一把。去强调对抗。对，因为觉得士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。所以第一局的话，看到首先他们的公孙离加上空空儿的这样一个阵容，在之前常规赛的时候就是5战4胜啊，非常高的一个胜率。然后沈梦溪的话呢，子焕这个赛季又是9场78%的一个胜率。归期的夏洛特刚也聊过了，10战9胜。那快手这边的话呢，感觉更多的就是撑住前期的一个强度，然后好像没有狼队在前期那么的有进攻压力性。是因为他发育点比较多嘛，中射2个都是没有伤害的，处理不了，就是伤害量不够，处理不了狼队的前排。然后快手的话，它中期这个阵容的话，就是在你公孙离的穿透没做出来之前，快手阵容坦度会特别高。中期打架的话，狼队伤害有些不太够。所以就发力期来看的话，狼队会更早一些，也要更主动的去求战。而快手这边的话呢，感觉中期整体的拉扯能力也会更强一些。包括2支队伍，其实在整个赛季他们的获胜时长都是非常接近的。然后包括他们胜率最高的一个时间阶段的话，都是10到15分钟这个节点，是这2支队伍在这个赛季胜率最高的时间段。狼队的话，10到15分钟的胜率就75%，是排在全联盟的第2的。快手的话是60%，是他们在各个时间段里面胜率最高的一个时间段。对，在自己的维度相比的话，是的，对，因为狼队的话，其实他们就是这赛季的，就是进攻方向还是偏前中期的嘛，就所以说导致他们如果打了很久的话，可能就是要被翻盘的。那来看一下两边的教练再次握手，这是他们带领各自的队伍在这个赛季的第3次交手了，但是在 BO7 的第1次交手。两边的教练对于对面都有非常熟悉的选手 ，SK 教练和子阳的关系，然后包括一校教练和对面医生归期小胖的关系，大家都是非常互相熟悉的。子期教练也是担任主教练之后，在季后赛第1次对阵到老当家。没错。而这也将会是这2支队伍在今年的第1场 BO7 的交手。我们都知道，从过往的历史交手来看，快手从未在 BO7 赢下过重庆狼队。而重庆狼队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，则是在春季赛当时倒在了这一轮。两边究竟谁能够先踏破自己在今年遭遇的瓶颈，踏碎自己的魔咒，往前去多挺进一步？毕竟这是败者组的比赛啊，赢者晋级，败者淘汰，非常的残酷。包括这场比赛也会关系到2支队伍谁能够进入到后面年总的大师组。这一把感觉狼队的话需要去考虑一个换线，不然的话他双边全是裂线，会很难受。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今天的第1小局比赛，蓝色方苏州快手，红色方重庆狼队。我是解水雪，我是解柔黄超，请做好准备。我是武汉赛 pro 一真。全军出击。这边狼队果然是换线的，因为他们不换线的话，双边的话太难打了。首先中路就拼得比较凶，但是上路萝卜也比较难受，抢了波线，升到2级先走了。对，感觉这个开局的话，我觉得快手已经是有点小亏了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去思考狼队的换线这个问题。他好像更加注重于就前期的一个常规开局，让自己的仓正常打他的一个下路优势。是。因为无论狼队他这边到底是怎么换线，他始终仓加苏烈这一路是个优势线。对，但是在夏洛特2级之后，存到被动之后，就是你一个人是玩不了的。对，会容易被操作。对。然后上路的话，狼队就可以稳定的把空间之灵给拿掉。然后狂铁在第1轮线抢完之后，他后面对线也要被卡冰了。是的。2支队伍的话呢，在这个赛季整体的一血次数是相对比较平均的，但是狼队在一血的胜率上面目前是联盟的第1。主要是狂铁这个英雄，就前期如果拿不到资源点的话，就打到 C 之后再把线换回来是打不过夏洛特的。他有点压不住，是因为你前期没有占到优势嘛。所以这是狼队在前期布局所做的事情。
看这波后续快手拿到线权的一个动向，要直接往上路走一走，让黄铁把这个线给解决掉，没错，不然是要被公孙离卡了。这波阿里应该是要被卡线。对，这样阿里又要被反卡，狼队其他人直接也要往上靠，要帮忙风萧也解一波，中府马过来了。上后面的线要交汇了，那这样上路就有点热闹了，要摩要擦一波。碰撞一下。哦，子瑶这波推的很好啊，再砸起来，灌一波 AOE，但是摩西这波大招也开了，然后2再踩了一下，反而是把苏烈的被动给踩了出来。小胖过来拿到第一滴血，看能不能流到这边闪现调整手位置，把小胖给留下，二技能又晕住了对手。医生这边拉扯一下，这波是辅助换打野，感觉快手挺赚的。还顺带把空间之灵给拿了，是。哎，中路也没调兵，两边相当于在互相解线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个冲突。对的，都是想在上路这波上碰撞一下，来拼一下长度。回顾一下这波团，子阳他是前蹲在了那个 L 槽里面，然后直接看到有人过来，先动手摸了一下。后续纯靠坦度撑着，狼队那边一轮集火，你最多就打掉苏烈一条命加一个被动，你要再处理其他人后续的一个反击的话是打不了了，没技能了。对，这波狼队的话，其实就是伤害量不够嘛，苏烈2个命，然后加狂野太肉了。是的，他的 C 位装备也没有起来。现在看到的是两边的狼队一血胜率说到联盟第1，然后快手这边的话非一血胜率也不错，排在联盟的第3的。就是一个打前中期，一个打后期。这也和两边在第一小局选的阵容有点相似，因为快手其实他们也没有那么着急嘛。是，像这种1换1的话，其实快手是非常赚的。看到实时预测，02和小 A 看好是重庆狼队，潇洒看好是苏州快手。要到4分钟了。快手这一局的一个中野辅抢中速率上是要比狼队快一点，互相磨血，想推，但是被拉开了，小胖直接反挑，但是梦奇大招再反撞，哇，两边互不相让啊，伤害不太够。看一下空空儿这边过来做支援，大招一开，但留不住人。但这波的话，把苏烈和梦奇状态压掉之后，狼队就可以把这个小暴君给打了。是的。刚才快手是有点想尝试在这个抢线过程当中，看看能不能把小胖击杀掉。感觉这波狼队要进野区了，就是收完野区之后，他们得加快自己的进攻节奏。目前在两边阵容的一个发育点上，妖刀的经济是维持的不错的，包括归期这边的经济也是不错，就是2套阵容的一个发育点，目前都是平稳的发育。经济咬的还是比较紧的，然后风萧就是他这边经济，他有时候会在中路上补一点，经济跟妖刀这边也咬得很紧。是的，主要是看狼队怎么样去策划接下来的野区入侵了。上路这边的话要被留了，点一下，然后杨玉环交了一个大招往后撤，但是塔后要有人包过来了，子焕又是先手2一踩找到萝卜，回头回一口血，自己丝血没死。感觉这波狼队的集火目标没有集火好，有一个人想打玉环，有些人想打狂铁，不然的话这狂铁应该是死了。我萝卜这把前期确实承受了很多啊，你看他布甲鞋加上苍穹刚顶令魁是没死的。这把被狼队换线之后，他就是处在一个抗压的位置上，然后经常需要队友去帮他。快手这边也想换节奏，来下路压一波，但沈梦笑传下来了。龟气也不怕，身上有一个闪现，有个苍穹。如果苍的站位靠前的话，夏洛特可以闪现去反开这种苍。没错。这波一个带红的公孙离往上走，然后再看袁坦和空空儿全都做了一个快手蓝野区的视野，那这个黄铁是守不了这个外塔了。下路他们应该会想着换一下节奏了。这波可能就是推上塔加进蓝一起做了。还有10秒刷对面的蓝。对，但苍这边的话只放一个人，他下塔是推不掉的。对，其他人的话是选择防守一个蓝区，那这波就是狼队很赚，直接赚掉一个防御塔。后面再转过去的话，可以直接去把下塔再推一手。快手已经在短时间之内找不到一个推塔的节奏了，只能顺着狼队的节奏打一个防守。看到目前最高经济的话是句号的一手梦奇，不过龟气和妖刀他们彼此的经济是没有拉开的，也说到是2套阵容的发育点。
龟七在玩到夏洛特的时候，他的一个分均伤害是排在夏洛特这个英雄当中的第2位的，包括他的一个分均经济是排在第3位的。可以看到龟七的经济已经比狂铁、高800了，对，高了800了。是的，其实这也是正常的，因为其实在这把的定义中，狂铁不算是个 C， 它就是一个半坦的一个定位。相当于一个撑强度的英雄，是。互相抢中，然后稍微摩擦一下。这个阶段很难打起来，除非是狼队想主动进攻。这波看流浪闪现过来，直接晕一下。但是看一下龟七也闪现调位置，想要去硬换一下，最后一下没斩出来，妖刀拿到这个击杀，还跳墙走了。这波快手很赚。但子阳这个位置有2技能能走，还是可以撤，风萧拳打着被动，而且有个红 buff 粘上了，被动打出来。就后续的话，狼队可以去围绕工作力把这个线推了，然后反推一下。快手人都过来防守了，这梦琪在那位置一卡，这波就推不了了。没错，但小胖这边也是从红区卡过来想劝退。哎呦，风萧打得好凶啊！他知道狼狗没闪了，这波找了波个人机会。就第一时间感觉那个线已经没有了，以后可能就不会再进攻了。是的，但是风萧个人操作，对他应该是蹲在瑶草，然后发现那个狼狗在塔下，抓你想要补刀的那个想法，直接突袭了一波。这波风萧其实真的特别关键，因为本来就是狼队的一波吊点，如果再让狼狗发起来，狼狗会很舒服的。整理完节奏之后，看一下空空儿这边卡住红区，因为对面的红马上就要刷了，又是风萧过来点死了子阳。而且红正好刷，小胖直接闻讯赶来。这波快手是4打5的，龟七也来了，狼队多人都在。这波小胖往里砸，黄铁回头2技能也敲，做劝退。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把这个红 buff 反掉。没错，这波子焕的消耗打得也不错。是的，红 buff 是到了神龙系的手里面。其实就是在前期节奏快手下路想越抢一波回来以后，通过风萧的个人操作，又把狼队的前期的优势稳住了。是，这2波操作真的特别关键。这样子的话，狼队到10分钟的话，就是很大的优势了。本来只是军事。对，公孙离这个点的话，会非常高的经济。他起码在10分钟的时候，按他这个发育速度来讲的话，他是能够把破晓掏出来的，身上会有个3件套。看刚刚这波操作，很惊险啊！很赶，我只能说。是的，血量上卡的刚刚好。再多一下伤害，他这公孙离就死了。对。但正是因为他这样的操作打出来了以后，经济有优势，就可以达到超哥刚 BP 时候说到的，你中期把破晓做出来，可以弥补伤害不足、穿透不足这件事情。是的，你就能点得动快手的前排了。所以现在快手相对比较被动，先整理一下线。狼队是选择直接做近线的，他是直接奔着爆进去的。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狼队就是控龙率那么高，爆进是，而且他这一把的话，因为他中期的一个运营做的比较好，他在上路的塔是始终都没掉的。对。到10分钟节点，大不了就是上塔给你，但是这个黑暗暴君我肯定是要的。这边快手直接换龙了，但狼队应该是知道的，对。但第一时间集火打的话，可能来不及，稍微有点慢。对，这波快手要炸了，看卡的怎么样。萝卜在用命卡，但是这边狼队要直接开了，空儿大招现一炫出了速猎手，被动直接被打死了。然后看一下流到这个位置，大招往后交，龟七过去卡了一下人。那这样中路的话，沈梦溪再波消耗的话，兵线进来，中1塔也可以推。这波狼队是带着黑暗暴君的 buff 直接过去接团的。是，感觉就是狼队这波赚的还太少了。是的，对。因为他们人动得太慢了，其实应该一个人打龙提前动，这样子的话，抱着杀人这个主宰给对面的话，这样子能杀很多人。因为对于 KSG 的发育这种的话，其实他们拿一个条人命换条暴君，主宰是非常赚的。现在妖刀是一个7600的经济，不断的在给他更多的一个资源倾斜，是队内目前最高的。那狼队这边的一个双边经济实在是太高了。是。我看灰七这种夏洛特，他第4件应该是想做个冰霜冲击。狼队现在只能滚经济了，因为他们上高地是肯定上不去的，只能等下一条的，就是重力资源嘛。看到子焕这把的沈梦溪啊，他的伤害占比有36.7%，相当可观了。蓝 buff 正好有个惩，直接保下来了。这段时间快手应该会以避战为主，他们就龟缩在自家的一个高地附近，然后看看
眼前的一些野怪刷新，立马得把它打掉，不然就是狼队的。找机会偷点2下高地。继续摩擦，然后快手的话让句号把这个线卡在外面。狼队准备再压一下，然后准备控红 buff。主要现在快手的话想反打也没什么机会，苏烈开对面双 C 也不是很好开。风控儿直接大招卡人，想把线给送进去。风侠在旁边点2下，然后侧面的位置控到的是狂铁，也卡住了人。这波感觉快手他的一个协防还是比较不错的。是。他把2路的线都卡在外面了。现在就是背靠高地，快手他有个坦度支撑，清线能力也可以。冯潇今天打得相当主动啊。是。他这局的公孙离就起到一个关键破局的一个作用。对，本来狼队节奏没这么快的。是，这把公孙离就是在狼队逆风的时候站出来的。这个阶段感觉狼队也不着急，可能要等下一条的龙了。下波双龙就是打一波的机会了，如果快手不出于对抗的话，狼队拿完双龙就是要打一波拼一波了。感觉现在快手只能靠妖刀在团中有一波亮眼的操作和发挥，因为感觉其他的开团点不是很好去开对方的 C 位。对，妖刀的经济是一直没有掉的。妖刀有爆发，对，有4件套在手。感觉他如果有一发1技能能够打到公孙离身上的话，哎呦，风萧这波偷伤害直接把子阳的一个被动给打出来，但是回头想要去反开，控的相当不错，再一顶，要把小胖给杀掉了，拿到2连击破。但是子阳自己也倒在了里面，但对于快手来说的话是可以接受的。1换2非常赚，最主要的是把小胖给击杀了。没错，那就是没有人可以过来拼这条龙了。对，这波就是狼队有点着急了，打了苏烈被动之后好像打后续，但是已经没技能了，然后技能全部给前排之后，妖刀就是一个输出环。又是一波萝卜的闪开，打出对面的一波状态，想把中线卡住了以后，看这个中塔能不能推。这波的话就是快手拿完龙，直接去挤一个左边视野，把左边视野挤开之后，正好可以把狼队从主宰的附近给赶走，不让你有这个换主宰的想法。我们来看这波。对，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结束了。然后上去，苏烈直接被队友点起来之后，一手反开，就这个大闪反开，非常帅。因为子阳身上是有兵甲的，是对。他这个控制一给，后面妖刀疯狂输出。对。而且在打到快手，我觉得尤其打到子阳的时候，不能够掉以轻心的一点就是，你以为他没有第一时间开团的状态了，其实不是的。上场的张飞也是，没大了以后2加电跳进去控了一波。是。现在变成了快手想要整理一下自己的一个线，把上线控过去了。等一下，又是圆坦小胖打进去控到，找到妖刀，当下直接复仇，然后给风萧创造一个输出的环境，把子阳也给留下。这个位置应该是很难走的。风萧第一时间没有红 buff， 有点粘不住。看一下萝卜这边反敲，但是有点扛不住了，流浪直接被对面给追死。灰七有很强的追击能力，2技能再冲过去，找到了句号，对面2个人跟着他一起补伤害，句号丝血走掉。这波应该是直接一波了，因为现在狼队5人全齐，而快手4个人全倒了，0换4的团战，中路兵线又很好。对，这个防御塔要提前爆掉了，那后面的兵线没有受到减速的影响。兵线进来，从侧面卡住想要去清线的句号，正面把兵线引进去，点掉水晶，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赢下第1小局比赛的胜利。首先，第1小局打完了以后，大家能够明显捕捉到的就是狼队这边学员的状态很在线。是，特别是风萧，我觉得相比于上一场，风萧这一场的发挥太顶了。